我去，没听错吧？天级序列啊！君逍遥竟然还没有加入群英殿，就获得了天级序列身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不是君逍遥妥协前来，而是群英殿拉拢君逍遥前来吗？他竟然拥有天级序列的身份地位。景阳长老既然来了我群英殿，不如坐坐如何？可以。君逍遥一行人也是在黄眉老者等人的接引之下进入了群英殿山门之内。这边叶清浅则是来到叶玉和秦琼这边。青儿，哥，我就知道你们同样也会来到这个世界。对了，青儿，你是怎么和那君逍遥认识的？又为何会与他一起前来？若不是君公子，还不可能找到哥哥你们。叶清浅也是简单把一些事情告诉了叶玉。难道说，他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来历不一般？青儿，你没有把我们的秘密告诉那君逍遥吧？这自然不会。啊，那就好。青儿，我告诉你，君逍遥没有那么简单，他这个人藏得很深，若是我们暴露来历，可能会遇到大麻烦，所以最好不要和君逍遥走得太近，甚至要离他远点。哥，这次是多亏了君公子，我才能顺利找到你。青儿，实不相瞒，我早就与那君逍遥有所交集，他若是真想让你找到我，在炼丹大会时就应该提出，可见他是心有想法的。或许是那时候君公子还无法完全确定，直到这次接触才有所推断呢。青儿，你是不知道君逍遥的真面目。其实之前君公子还说过哥哥你的好话，然而你，哥，你想一想啊，若君公子真想针对你，以他现如今的身份实力，需要卖弄这些算计吗？哥，我明白，毕竟换作是谁，经历了穿越这种事情，来到陌生世界，总归是有一种不安全感，甚至因此产生被害妄想症，觉得人人都针对你。不过只要我们努力修行下去，让自己变强，自然就可以驱除这种恐惧了。总而言之，你以后离那君逍遥远点，这对你没坏处。可我之后还需要君公子的三昧真火做研究呢，况且君公子曾多次帮助过我，我也不可能直接和他断了关系啊。知恩图报，这不是哥哥你教我的道理吗？可君逍遥那是对你有恩吗？他是对你有所图谋。哥，虽然穿越到了这个世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恪守本心。哎呀，好了，好不容易才相聚，就别谈这些了嘛。对了，哥，你找到诗诗了吗？暂时还没有。整个苍茫星空如此广袤，想要找到一个人并不简单。况且诗诗现在是什么身份，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是吗？不过以诗诗的才情，即便在这个世界，应该也是最为优秀出众的绝世女子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们加入群英殿，日后若能加入天庭，拥有一定的权柄，就能更方便的找到诗诗了。好了，我们也加入群英殿吧。君公子，此地也不过是我群英殿的山门所在，远非我群英殿的全部。天级序列在群英殿身份特殊，拥有特殊的空间小世界。不过因为君公子之事事发突然，所以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准备好。倒是要委屈君公子些许，落脚地已经暂时安排好了。安排完逍遥门后，君逍遥便是要直接前往云族。景阳长老，那我们便出发吧。苍茫星空，广袤无际，云族自然也是有着广袤无边的领土和版图。农民大人，小姐有命，之后准备一番，和他一同前往拜见一位即将到来的大人物。拜见大人物？你可知道小姐要面见的那位大人物是何人？是一位身份来历颇为不凡的公子，听说原本与天域仙朝和君家有关，但不知为何又有云族的血统。但那位公子的实力可是极为恐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一位巨头。不但如此，听闻还是个谪仙般的人物。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君逍遥等人在云景阳的带领之下，也终于是乘坐云海龙舟来到了圣云界。云族能屹立于苍茫之巅是有理由的，如此家族何愁不能兴盛，矗立于时间岁月之上？等你们兄妹加入我云族，那才是我云族真正兴盛的时候啊！毕竟，你可是能让吴族的族运暴涨100倍呀！对了，这次族里正好要举办族比，你回来的倒也是时候。到时候，可以指点一下族里那些小家伙。晚辈知晓。对了，这一代我云族的天命少主，之前可一直未曾定下呀。顺其自然即可。有些事情已经注定，该是你的就是你的。等之后开启始祖祭坛，你若表现出众，那就更加名正言顺了。多谢前辈提醒，晚辈心中有数。那位白衣公子便是君逍遥吗？果然百闻不如一见，果真是个绝世人物。我唯一不明白的是，为何这位君公子竟然有我云族的血统？有也就算了，竟然还能让血脉圆珠炸裂，这可是连祖界中的天骄都不一定能做到的吧？我倒是从我这一脉的长老口中，隐约探听到了一点口风。这位君公子，他的血脉来源于界海那一脉的云族。难怪了，竟然是界海云族一脉，那一脉可是从天脉分离出去的。不过，即便在天地玄黄4脉中，如君公子这样强大纯正的血脉也是罕见吧。就是不知道日后这位君公子，在我族会是何地位？毕竟，这一代的少主之位可还未定下呀。是华欣小姐，没想到她也来了。华欣小姐不是一直在祖界修行吗？没有天大的事是不可能被惊动的。她可是天脉的娇女，而如今君公子归来，或许就会归属于天脉，她怎么可能不出现？我族的少主之位一直悬而未决，莫非就是在等待君公子？这不至于吧？毕竟除了祖界的那几位妖孽外，还有仙土中的存在。谁能知道会半路杀出一个这般妖孽？这位君公子的能力，怕是已经超出你我的想象了。见过长老。果然，在这云族中，也有有趣的人物。可惜这位云溪姑娘尚显青涩些许，不然我云族第一美的名堂可真要易主了。君逍遥，先让华欣带你去天圣宫，那便是今后你在族里的地盘了。等之后，便前往长老会一趟。另外，之后还会替你们兄妹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到时候，只要在我族统治范围下的势力，皆会来贺。从旁人的谈论之中，他也听明白了，给他的地盘就是未来云族少主的地盘。哼，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啊！我等见过君公子。各位哥哥姐姐，你们不用拘谨，君公子可是个很儒雅随和的人。诸位不必拘谨，大家都是一家人，之后还可以多多交流论道。他便是君逍遥，小女子云华欣，见过君公子。华欣姑娘，还不见过君公子。罗明，你没关系，地中巨头放在外界，皆是成圣做祖的存在。华欣姑娘果然是能人，竟然能让一尊巨头成为奴仆。不知天圣宫在何处？啊，若不介意，华欣可带君公子前去。麻烦华欣姑娘了。云华欣带着君逍遥一行人来到了云圣界深处的天圣宫。这便是天圣宫。君公子，这天圣宫可不单单只是一座宫殿那么简单。在天圣宫下，有一口古老泉眼，滋养万物，堪比一处6星宝地。其中的仙道精粹，还可以强壮元神，令神魂纯净，坚固不朽。此外，此地龙气汇聚，对于修行也是极有好处。
在圣云界另一地域，入住天圣宫。公子，那君逍遥才来到云族而已，就算修为不凡，但怎么有资格直接入住天圣宫啊？这是族里的决定，而且入住天圣宫需要得到长老会的通过。显然，在君逍遥来之前，长老会就已经商议过了，要推他上位。凭什么？公子，你为云族做出了那么多贡献，论天资、修为还是实力都没有问题。那君逍遥虽然名声不弱，但初来乍到，对云族全无贡献，又有何资格能够得到少主之位啊？这是长老会的决定，不是我一个人所能改变的。可是公子，你可是玄脉中的佼佼者，背后有玄脉的支持，莫非还不能争取？这不仅对于公子不公平，对你背后的玄脉也不公平。在之前，便有我玄脉长老找到了我，告诉了我4个字：上善若水。公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你明白了吗？先别说背后的族脉不会支持我，就算支持我，又如何？公子，其实，或许事情并非没有转机。公子，那君逍遥的事情，我也听闻了一些。君逍遥作风行事霸道，招惹了不少势力，其中不乏霸族。想让他倒霉的人可并不少。若是到时候能够运作一番，不说让那君逍遥陨落，只要能让他受创，或者剥夺他的些许天赋，或许云族就不会这么看重他了。公子自然也就有机会上位了。公子，你之后回娘家一趟吧。公子，你说什么？我让你回去，没有本公子的允许，今后不准踏足云族一步。公子，为什么？奴家没做什么惹您生气的事情。少主之位再如何竞争，那也是我云族内部的事情。借助外力陷害同族，你这是在羞辱我，还是想让我犯族规？公子，奴家这都是为了您的前途着想。哼，是为了我的前途，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前途？你想依靠我上位，这没有什么，乃是人之常情。但错就错在，你不该教我做事，更不该教我做错事。看在往日的情面上，你离开吧。公子，奴家。来人，备一份厚礼，送给君公子。天圣宫，君逍遥等人也是暂时在此地落脚。就在这时，有云族人前来拱手禀告：“啊，我家云墨轩公子得知君公子归族，特献上薄礼一份，希望公子笑纳。”替我多谢你们家公子。在圣云界的深处，此殿正是圣云界云族长老会的所在地。晚辈见过诸位长老前辈。君逍遥，可否将你在界海云族的一些情况告知，也让吾等有所了解？当然。在得知了界海云族的诸多情况之后，此次竟然终结了燕氏黑户。君逍遥，虽然你姓君，但你身上也流淌着我云族的嫡系血统，我云族对你自然也会毫无保留。云族少主之位本来该直接给你，不过毕竟云族还有一些妖孽在仙土或是其他地方，日后等合适的时间再加封，也算顺理成章。不过现在你依旧是我云族的准少主，待遇与少主同样。多谢诸位前辈厚爱，君某受之有愧。对了，君逍遥，你虽已是群英殿的天级序列，但也可以留在我云族天脉修行。云沧海，你这可有些不地道。
君逍遥出身的界海云族虽是天脉，但也并不局限于天脉。我地脉中同样有不少独门的神通绝学可以传授。我觉得我玄脉同样有这个能力。诸位长老不必为了君某争论什么，体内同样流淌着云族血脉，晚辈不论加入哪一脉，其实最后都是为了整个云族。家族对晚辈如此照顾，晚辈初来乍到，也没有什么能为家族做贡献的，愿意赠送给家族5方古戒，算作答谢。好，你有心了，这一份情，家族承下了。好了，君逍遥，之后家族会为你开启始祖祭坛，你和云溪都可以前去，不仅能得到诸多好处，若是能得到始祖意志认可，日后你成为云族少主也是名正言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置喙。之后家族将会为你们举办宴席，随后还有族比大会，也好让我云族各脉认识认识你。之后又是一番寒暄，君逍遥和云溪告退。此子藏的倒是颇深呢。连界海黑货都终结在其手中，其能力可想而知。能得此子，何愁我云族不能兴旺？只是还得注意一下，毕竟他之前招惹了其余几族。若是那些势力真不识好歹，别说等君家了，我云族也不会放过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云族的族比也是正式开启，地点就在圣云界。君公子，如云溪姑娘这等绝世仙子，怕是去那霓裳族的风华宴都足以艳压群芳。不知在下有没有这个机会争取一二？若说追求我家希儿的资格，其实也很简单。不论怎样，总不能修为比我这个当哥哥的还要弱吧？那就说不过去了。这位便是君公子吗？听闻他出身自界海云族，那可是天脉的分支，而且他有云族姓名，叫做云霄。看来君公子是不会参加族比了。这不废话吗？君公子若参加，那可是降维打击，岂不是直接终结了这场族比？别说君公子了，就算祖界的那些妖孽，如云化轩、云墨轩等人，都不会参加。华心姑娘，听闻这族比上还有供奉之间的比试，那这样的话，华心姑娘的追随者不出意外，应该会得到最后的优胜。这罗明的确颇有修行天赋，也是有着不小的际遇，将来也可为我云族效力。云族的族比大会也是正式开始。那位女子好像叫云岩，乃是乌坦界云族支脉的娇女。这云岩我也听说过，之前名气就不小，乃是支脉中罕见的天才弟子。原本前途无量，甚至引起了黄脉的注意，让黄脉的骄子云岚与其联姻。只可惜后来啊，此女不知为何修为竟是节节退步，也导致了后来云岚上门前去解除婚约，让整个乌坦界云族支脉都颜面无光了，成为了一个笑话。不过现在看来，这云岩的修为境界在主地界，莫非他的修行天赋又回来了？这下有意思了，云岩明显是想在族比上打败云岚，找回颜面。没想到你真能走到这一步，当初是我看走眼了。云岩，之前我亲自前去退婚，已经算是看得起你们乌坦界支脉。既然你如此不识趣，那也休怪本公子动真格的了。这场族比结束你我恩怨。云岩，你若就此收手，还可留个体面；不然，若是我真正全力出手，到时候怕是要辣手摧花，你会很狼狈。你尽管来。好，既然如此，那我也只能成全你。这是黄脉的镇界大悲印，这怎么感觉有点像丹族的那一门神通啊？这真的是支脉的人所能拥有的实力吗？这云岩支脉出身，却能与主脉的天骄战斗到这个程度，倒是一个不错的苗子。你是想要鱼死网破吗？够了，
所谓族比，乃是族内切磋交流、一较高下的比试。你们一个是主脉的骄子，一个是支脉里崛起的黑马，日后都可成为我云族的中流砥柱。若是现在就打生打死，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导致天赋浪费，反倒是损失。我看，就以平局收场吧。原来如此，君公子是惜才，不想他们彼此内耗，所以才插手介入。君公子说的是在下有些失态了。云颜姑娘出身支脉，却有如此天资，的确是如沙砾中的黄金。若是浪费了天赋，倒是可惜。不知你是否有兴趣来我麾下休息？能被君公子看中，是云颜的荣幸。云颜姑娘，之前是在下都有得罪，之后我背后黄脉，定然会大力补偿乌檀界支脉。希望云颜姑娘高抬贵手，莫要介意在下之前的鲁莽。这个插曲过后，族比依然在继续进行，而接下来表现最为亮眼的存在，莫过于云溪。他所施展的招式神通，果然与那一位有关。果然不错，他真得到了那一位的传承。不过，若他身上真有那一位的传承，那之后天庭那边怕是稍微有点麻烦呢。天庭若待他不公，我云族自然不会罢休。何况有君逍遥在，他会解决此事的。而最后毫无悬念，云溪获得了此次族比大会的第1名。哥，希儿的表现怎么样？我家希儿自然是最优秀的，当然，你也辛苦了。在各脉族比结束之后，还有一些供奉之间的比试较量，而在这供奉之间的切磋较量上，表现最为亮眼的自然就是罗明。不知在下可有这个荣幸，能与君公子切磋交流一番？哼，简直是不识规矩！要想与公子交手，先与我一战。我来与你一战。哼，那我便将境界压到与你同境。听说君公子的这位追随者来头也不小，乃是曾经阳族的嫡系，身怀太阳圣体，更是星辰之主，拥有药师7星之一的太阳金星。不愧是太阳圣体，这实力的确不是盖的。这罗明也不差呀，与身怀药师星辰的星辰之主对战，竟然没有落败。最后经过一番僵持，杨旭和罗明两人战成平局。不知在下可有幸能与君公子一战？既然道兄出言，那君某自是要奉陪。这一战只是切磋，点到为止。当然。云墨轩出手，身上法则气息澎湃，这一出手就展现出了云墨轩强绝的实力。那是什么？真正的玄武吗？我倒是听闻云墨轩曾经意外进入过一座玄武墓，在其中得到了惊人的传承。君逍遥也是出手，随意震掌而出，不带丝毫的烟火气息。这君公子是不是有些放水了？这是放水吗？我怎么感觉都放了一片海了？最后在千招之后，两人皆是默契停手。百闻不如一见，一见不如一试。君公子的实力，令在下叹服。道兄客气了，想必你也没有尽展全力。君公子的实力绝对不是盖的呀。那是自然，不然怎有可能直接入住天圣宫？是啊，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长老会朱老有些太过急切，现在看来君公子当少主再合适不过了。不过我族可还有一些妖孽没有到场。那又如何？除非是在仙土的古代妖孽，不然其他妖孽对上君公子也只有交手的资格罢了。族比大会结束后，各脉也是散去，君逍遥回到了天圣宫，云岩也是跟着回来了。云岩，你身上有关于丹族的传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妪便是浮现出了略显虚幻的身影。老身见过君公子。原来如此。然后这位老妪也是说了一些关于他的来历，他的确是丹族的一位族老。老前辈放心，我对你和云岩自然不会有丝毫其他想法。其实我之前也见到了丹族的丹鬼前辈。什么？
丹鬼大人。丹鬼前辈现在在天域仙朝，之后倒是可以让你们见一面。此话当真？那便多谢公子了。对了，既然你得到了丹族的一些神通传承，那么这个对你应该有帮助。这是三昧真火。公子，这太珍贵了。这并非是丹族的那一道三昧真火。既然追随我，那待遇自然不能低。况且只是一团子火而已，还是说你不给我面子？而在同一时间，另一方地盘中，小姐，罗明，你离开云族吧。小姐，你这话意思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小姐，难道就是因为那君逍遥？有些人不是你所能企及的，哪怕提出切磋，都是一种冒犯。你在云族也待了不少时间，也出过不少力，若是需要什么资源赔偿，可以提出来。而且这也并非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小姐，这既然是你的决定，那在下自然遵从。山不转水转，希望我们日后还能再见面。说完，罗明也是转身离去。回想起天脉长老的话，云化心面上也是有一丝淡淡的霞色。若无意外，君逍遥将来将是支撑我云族传承万代的最为关键的人物。他将来别说在我云族将会达到权力的巅峰，甚至放眼整个苍茫，都将站在顶峰。所以华心，你可要抓住机会了。君逍遥传承自界海云族天脉，日后你的使命便是伺候侍奉于他左右。还是去知会君公子一声，免得他有所芥蒂。天圣宫这边，云化心也是到来，找到了君逍遥。君公子，之前在族比大会上，华心的那位追随者罗明，对公子多有冒犯，还望公子见谅。华心姑娘，这是什么话？你不提这件事，我还差点忘记了。况且，这与你没有丝毫关系，你不必道歉。那罗明已经让他离开云族了，不知为何，华心想画下公子，但却好似有一股莫名的阻力在阻止，只能化其形，难以化其神。果然，还是华心的功底不够。若华心姑娘有所需要，只管与我说，我一定配合。罗明暂时不用去管他，之后他肯定会自己作死，那么就是始祖祭坛了，不知道又有何等玄机。另一边，圣云界外，这道身影自然是被驱逐出云族的罗明。可恨，可恨啊！君逍遥，还有云族，切，竟然还敢提出与君公子切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就算他天资修为再强，敢碰瓷君公子，简直是匹夫撼树，不自量力。现在还不是夹着尾巴被赶走了？我拥有此等机缘，将来怎么可能会是无名之辈？我还有崛起之机。祭都魔帝的传承，我一定要得到。另外，那君逍遥身上也有药师七星之一的紫薇帝星，还有他身边的追随者有太阳金星和太阴命星。若是能得到这些星辰，加上我的祭都魔星，那我的实力将会达到何种境界？鸣锣鼓剑，藏玉。接下来，所有云族人关注的乃是始祖祭坛。不知道这次始祖祭坛开启，君公子能排到第几顺位？应该可以挑战前10吧？前10？我看前5都有可能。真的吗？饶是天土的妖孽也不过如此啊！将来我云族难道又要出现新的神话？进入吧。这便是始祖祭坛，好强的压制力。希儿，准备好了。以一己之力抗衡我族无数代先祖的血脉威压，此次的实力
不过越往后，这威压可是成倍叠加的。哥哥，希儿，别勉强自己。抱歉，希儿又给哥哥拖后腿了。希儿，你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了。哥，希儿，我……没关系，你还小，接下来的路自是要走完。哥，怎么了？这样走，我们永远都走不到尽头。哥，你的意思是，此地还有其他考验？没错，考验绝对不是所谓的对抗威压，或者说，对抗威压，反而是迷惑视线的手段。就算前方没有路，但只要我君逍遥迈步，我的脚下便有了路。而就在君逍遥和云溪临近时，这块族碑骤然绽放出了更加璀璨的光华，化为一道恢宏的光柱，贯穿天地。此子已经不是用妖孽来形容的了，他已经是超脱了常理的艺术，不，简直要比艺术更加可怕。始祖祭坛，绝对是君公子他们登上始祖祭坛了，就是不知道君公子能排在第几顺位啊？君逍遥的名字排在了始祖祭坛族碑的第1。君逍遥的妹妹云溪，她的名字排在了君逍遥的后面，第2位。哥，我们的名字都在一起呢。希儿之后还会再来挑战，一定要达到与哥哥一样的战绩。太强了，不愧是君公子，这就是混沌体的实力吗？绝不仅仅只是混沌体，君公子藏得太深了。第1顺位，君公子成为了族碑第1，始祖祭坛第1顺位。这也太恐怖了吧！这一对兄妹是要逆天吗？放眼我云族以往1个纪元，能出1个类似的存在就行了。啊不，别说第1、第2了，便是出了一个前10的人物，便足以让族域兴盛诸多岁月。现在这对兄妹直接包揽了前2，堪比6星宝地的本源吗？倒是不错，不过这是苍茫本源。希儿，这本源很珍贵，对你大有裨益。哥，这本源太珍贵了，还是你……你是不相信为兄之后能得到更多的苍茫本源吗？而且我家希儿变强了，那也是一份不容忽视的力量。那我们1人1半。君逍遥，虽然之前已经有所猜测，你们的表现将会很不错，但还是远远超出了吾等的预料。现在的你们，身为始祖祭坛的第1和第2顺位，你们在族里将是最优先级，有最优先权。任何要求你们都可以提出，就算不可能什么事都能办到，但吾族身为霸族，能做的事还是有很多的。多谢长老，晚辈心中明了。随后，云沧海等族老带着君逍遥和云溪，也是离开了始祖祭坛的所在地。君逍遥准备先回群英殿，看一看逍遥盟众人的情况。君逍遥返回群英殿，也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在之后没多久，群英殿颁布了新一轮的通缉榜。这邪月啊，我倒是听说过，似乎是在鸣锣古界崭露头角的一位神秘女子。鸣锣古界呀，那可是一处藏污纳垢的魔修汇聚之地，竟然会出这样一位女子。我听说啊，之所以这位女子能排到通缉榜第1，是因为她杀了子宫世家一群修士，子宫世家可是震怒得很。竟然敢杀子宫世家的人，这位女子可是倒霉了。子宫世家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啊。不过这积分也太多了，我都想出手了。哎呀，能杀子宫世家的人，那名叫邪月的女子，也不是一般人能招惹的存在。看来子宫世家是真的怒了呀，不然也不会额外拿出一枚紫元归墟丹。连我都心动了，看来必须要去鸣锣古界走一遭了。不过鸣锣古界靠近罪域，天机混乱，那地方可危险得很。邪月，会有这么巧吗？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
请在鸣锣古街藏域签到。藏域，看来不去都不行了。哎，君逍遥竟然也要前去，莫非他也想得到积分？可君逍遥已经是天级序列了，积分对他而言，除了换一些奖励外，也没有大用处吧？难道是想得到紫元归墟丹？你傻叉吗？君逍遥现在是什么身份？他可是云族始祖祭坛的第1顺位。你难道觉得云族中没有和紫元归墟丹同等级的丹药吗？君逍遥若想要，他可以当糖丸吃。那就奇了怪了。你们懂什么？君公子这是心怀良善，匡扶正义，奈我辈楷模。然而就在他刚要踏出群英殿山门时，看到黄羽现身，截住了君逍遥的去路。是黄羽，他莫非还想找君逍遥的麻烦？黄羽身形一震，竟是直接画出了本体。公子，请上座。妈的，这黄羽真他妈精明，这就抱上大腿了。是啊，能成为君公子的坐骑，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就问，谁敢欺负君公子的坐骑？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办法？人家也想成为君公子的坐骑。黄羽这样做，丢的怕不只是金凤一族的脸，而是整个凤凰羽族的脸。凤凰羽族那些真正的妖孽看到这一幕，怕是会有点不爽。比如凤凰羽族的天级序列。君逍遥离开了群英殿，莫非是想前往鸣锣古界，击杀那邪月？鸣锣古界呀，说来当初那个老家伙还欠我一个人情。鸣锣古界靠近藏域，乃是天机紊乱之地，这是天助我也吗？而且根据传来的情况，那君逍遥应该是孤身前往，并没有云族强者和护道人随行。是时候该动用我的人情了。鸣锣古界在苍茫中也算是颇为有名的一界。根据之前所得到的基督魔帝的一些情况，他的传承应该在藏域之中。但是藏域中不仅天机紊乱，而且有特殊的诅咒，哪怕以我的修为贸然进入，也可能出问题。先进入鸣锣古界查探情况再说。在鸣锣古界之内有一方古城，名叫幽泉城。此刻在幽泉拍卖行一座广阔的楼阁之中，一场拍卖会即将举办。是元王城的元莹儿，她也来了。元莹儿，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是摩罗皇朝的人，那为首的便是摩罗皇朝二皇子吗？摩罗皇朝如今有少年帝级摩罗太子，这二皇子倒是一个二世祖。哼，美人儿，你这是无视本皇子吗？你们元王城是在挑衅我摩罗皇朝吗？诸位，这里是幽泉拍卖行，若想挑起纷争，还请离开。在拍卖开启前，还有几位贵客来此，要与诸位说几句话。诸位，我乃子贡玉阳，来自子贡世家。子贡世家？诸位，闲话不多说，我等来鸣锣古界，乃是为了通缉一名叫邪月的女子。这邪月沾有我子贡世家修士之血，不过她身上也中了我子贡世家的紫玄复古印，所以是绝对逃不掉的。只是她现在应该暂时通过什么方法压制了紫玄复古印，导致一时间难以追查下落。诸位若有任何有关此女的消息，可以告知我的，我子贡世家定然不会吝啬。这位道兄，我倒是知晓一些情况。哦，你知道那邪月的下落？当然了，我知晓一些情况。你知道什么情况？那位名叫邪月的女子，似乎是只专注于修炼，之前也曾进入过鸣锣古界各处修炼机缘秘地，而不久后，我鸣锣古界血榜再开，血灵空间将要开启。以那邪月的脾性，她一定会进入血灵空间修炼，到时候诸位便可以出手。血灵空间吗？
行，情况我知晓了。若最后真能成功，少不了你的好处。那便多谢玉阳道兄了。而在幽泉拍卖行的深处，一座地宫之内，幽泉拍卖行背后的势力正是九泉。血榜，血灵空间。莫非主上也对那邪月感兴趣？若有需要，属下立马派人前去调查详细情况。不必，等之后血灵空间开启，你派一批强者进入血灵空间，若那邪月有危险，帮他脱离险境，带到我这里来。记住，别泄露九泉的来历。属下遵命。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血灵空间开启的日子也是到来。血灵空间开启了！摩罗太子，他果然登上了血榜。那是邪月，他的排名竟然还在摩罗太子之上。摩罗太子能登榜不意外，毕竟是少年帝级。莫非那位邪月也是少年帝级？邪月，你果然进入了血灵空间，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地。此刻在血灵空间另一处地界内，她正是那位神秘女子邪月。若君逍遥在此，则定然会一笑，因为此女正是东方傲月。远处一道身影走来，正是摩罗皇朝的少年帝级摩罗太子。邪月姑娘，莫要出手。邪月姑娘，本太子并无恶意。之前本太子曾派人将消息透露出去，说子宫世家的人将会在血灵空间内围猎你，为何你依然要进入？我如何行事，与你何干？我是担心你被子宫世家的人找到。你知不知道，你多余的行为令我厌恶。我这是为你好，子宫世家的人并不好招惹。再如此纠缠，下次见面我必斩你。看着东方傲月身形遁空而去，没有我相助，你又如何摆脱子宫世家的追杀呢？谁有那个胆子，敢冒着得罪子宫世家的风险去保护你呢？等到时候我在暗中出手，或许就会令他对我态度有所改变吧。此刻在血灵空间内某处机缘地中，东方傲月的身影出现。总算找到你了，杀我子宫世家之人，还敢堂而皇之的出现？这里是血灵空间。你倒是有自信，但欠我子宫世家的人命，要血债血偿。是他们先惹我的。有区别吗？与此同时，在周围天地亦是有身影现身，那些人正是群英殿的一些妖孽。子宫世家的道友，我等前来帮你。叶哥，咱们要不要出手啊？若是镇压那女人，我们就能得到不菲的积分呢。此女总给我感觉有点危险的样子，很不简单。若是贸然出手，怕是要吃不小的亏啊。哼，中了紫玄复古印，你就是笼中困兽，还敢反抗？而就在这时，竟是又有神通招式从天而降。是谁？我去，叶哥，你这神了呀！算了，这个积分我们不要了，去对付通缉榜上其他的通缉对象吧。邪月姑娘，赶快离开！该死！你们究竟是哪一方势力？竟敢忤逆我子宫世家！别让我知道你们来自哪里，不然我子宫世家必灭了你们！暗中，摩罗太子浮现出身形，这是怎么回事？敢与子宫世家对着干，看来来历也并不一般。莫非这邪月背后还有人？在血灵空间另外一地，东方傲月也是通过魔之本源暂时压制住了紫玄复古印的力量。这时，那些出手相助的人马再度现身。你们为何助我？乃是主上的命令，让我们保护邪月姑娘的安全。主上？莫非？还请邪月姑娘随我们去见主上一面。当然，若是姑娘不信，我等可以以天道誓言起誓，绝不会对姑娘不利的。好，我随你们去。幽泉城，
幽泉拍卖行深处，一座地宫之内。傲月，你辛苦了。襄阳，来见你，不辛苦。傲月，你是如何与子宫世家起冲突的？听完事情的缘由之后，君逍遥微微摇头说：“还好你出手了，不然落入我手中，子宫世家那群家伙只会更惨。”对了，逍遥，我中了那子宫世家的紫玄伏骨印，之前虽然以魔之本源压制，但也无法长久下去。我拥有鸿蒙道体，这紫玄伏骨印自然不是问题。但我觉得现在不必根除。逍遥，你的意思是以紫玄伏骨印为饵做局？不错，子宫世家这样追杀你，不让他们付出代价，怎么可以？紫玄伏骨印可以吸引他们上钩，而藏域那种天机混乱之地用来做局，再合适不过。距离下一次异象开启应该没有太长时间了。逍遥，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什么？想和逍遥做一些愉悦身心的事情。你若如此做，我怕是难以反抗。元王城虽不是魔道势力，但在鸣罗古界之中也算是一方底蕴不弱的势力。元域乃是元王城所在的地域。这摩罗皇朝欺人太甚。就是，城主大人，那摩罗皇朝的确是无耻至极。此等魔道势力本就行事霸道极端，如今摩罗皇朝盯上了我们的东西，想让他们放弃，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呐。城主大人，客观来讲，我元王城与摩罗皇朝的确还是有所差距，更别说还有一个不知生死的摩罗老祖。城主大人，不好了，摩罗皇朝的人来了！什么？在元王城厚重的城墙之上，元王城主其余诸人还有元婴儿都是现身。玄鬼侯，元王城主，多余的废话也不必多说了，你知道我等来意为何？交出那令牌，我等便离开，不然嘛，欺人太甚！元王城主，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契机，一个让我们两方势力结合得更加紧密的契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对于元颖二姑娘中意许久，刚好今日有这个机会，要不就把她一并送给我为妾。这样一来，我们两方势力不就是自家人了吗？自家人的东西，那就不叫抢了。尔等太过了。好，你们想来硬的吗？那就休怪我摩罗皇朝不讲情面了。忽然，一道声音响起：“今日摩罗皇朝动不了元王城。”你是何人？罗明。没听过。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想要来送死吗？你不会以为你是地中巨头，便有资格对我摩罗皇朝指手画脚吧？今日我要保下元王城，你们动不了。哼，真是可笑！一尊地中巨头面对我摩罗皇朝，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今日，谷物也要，美人也要，当者死。我来自云族。你所指的是？还能有哪个？自然就是十霸族之一的云族。我乃云族供奉，你们有质疑吗？倒是我有眼无珠了，原来是元族的贵人。既然你要保下元王城，那我等退去便是。多谢道友出手相助。城主客气了，其实我也只是在做某件任务，意外来到鸣罗古界，知晓了关于藏域的事情。当然，我之所以出面，也并非是没有原因的。什么事都好商量。实不相瞒，我之所以出手，其实也是想进入藏域，
当然，我并非是想抢占元王城的那件古物，只是希望到时候可以一起进入藏域。这自然是没有丝毫问题。在这之后，关于此事的消息也是轰传了出去。竟然会有云族的供奉出手，这简直难以想象啊！是啊，不过我之前倒是隐约听闻过，那位君逍遥君公子好像也会来鸣锣古剑。啊，来了吗？这为什么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情况？莫不是假消息？不过话说回来，那摩罗皇朝可真是倒了大霉了，竟然碰到了这等硬茬子。就是啊，这次摩罗皇朝算是丢了颜面，打碎了牙只能往肚子里咽。幽泉城，幽泉拍卖行深处的行宫之中，这罗明还真是有点小看他，竟然懂得借势狐假虎威。那罗明的目标应该也是藏域，那藏域之中是有什么和他有关的机缘传承吗？既然如此，那刚好顺便收割了吧。怎么能让你顶着云族的名头招摇撞骗，给我云族抹黑呢？在鸣锣古界某一座城池的酒楼内，这真是天助我也！云族，就最后帮我一次吧。等我得到传承之后，我便可以自立为王，一人便是霸族。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位元王城的云族供奉，貌似是山寨版的？什么山寨版？我倒是听说了，那人以前的确是云族供奉，只是后来被驱逐出去了。哎，这是真的吗？还是说是摩罗皇朝故意放出来的流言呢？这不可能吧？摩罗皇朝再如何胆大，也不可能触怒真正的云族供奉，会出大问题。哎呦，如果真是假的，那可就刺激了，等于是一下骗了摩罗皇朝和元王城两方势力呀。关于他被云族驱逐出去的事情，在鸣锣古界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人知道呢？就在罗明脸色变幻之际，元王城主却是找到了他。罗明道友，那摩罗皇朝果真可恨，竟然散布如此风言风语，这不仅是对罗明道友的污蔑，更是对云族的冒犯。的确，那摩罗皇朝放出这般流言，倒是可笑至极。我看罗明道友就该给摩罗皇朝一点颜色看看，不然他们不知敬畏。那等势力不过跳梁小丑罢了，我云族是不屑出手的。还是先准备进入藏域再说，他们若再挑衅，再给点教训也不迟。第二天便有消息来报，摩罗皇朝的战船再度驾临向元域。摩罗皇朝，你们这是何意？只是最近听闻了一些小道消息，觉得这个消息太过荒谬，所以特意前来向罗明道友求证一番。罗明道友也觉得此事很荒谬吧？你们摩罗皇朝还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质疑云族的供奉。那个消息本就是你们摩罗皇朝放出来的吧？你们怕是误会了，此消息与我摩罗皇朝无关。不论你们信不信，我等来此只是求证。若阁下真是云族供奉，那不知可否联系一位云族人，或者哪怕是其他的云族供奉也可以。若阁下身份属实，我摩罗皇朝定当大力赔罪。你们的胆子果真不小。罗明大人，怎么可能会欺骗我们呢？阁下如此年轻，便是地中巨头，就算是供奉身份，想必在云族中地位也不低。难道就无法联系到一位和云族有关的人吗？我乃是因为一件任务，只能独自外出。再者，你有什么资格质疑？那就是无法联系了。果然有问题。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穿金破石的凤鸣之声响彻天地。那是什么？我没看错吧？那是一只凤凰。那位是君逍遥。阁下便是君公子。君公子，我等并不知晓情况，多有冒犯唐突，
还望见谅。你们摩罗皇朝并没有说错，因为此人的确已经被驱逐出了云族，而本公子来此，不过是不希望我云族的名声被一些宵小所利用而已。那家伙竟然把摩罗皇朝和元王城两方势力都骗过了，他胆子太大了，敢扯云族的虎皮拉大旗，下场怕是好不到哪里去啊！这边军逍遥看向罗明，二话不说，直接是一掌盖压而下。罗明自然也不可能是军逍遥的一合之敌，他瞬间就被军逍遥一巴掌震入大地。这未免也太强了吧！军逍遥应该也是地中巨头，同为地中巨头，竟然挡不住军逍遥随意一掌。不愧是能成为云族准少主的人物。看在你曾经是我云族供奉的份上，这一掌算是对你的惩戒。若你日后再敢顶着云族的名头行事，休怪我云族不留一丝情面。你们离开吧，之后不许对元王城出手。这才是真正的权势。摩罗皇朝众人退走。君公子，我等并不清楚此人之前的身份来历，没想到他竟然诓骗我等。多谢君公子，我元王城实在是不知如何回报公子。不必谢我，我来此倒也并非只为了那人。对于藏域的古物，我有点兴趣。那是当然，君公子若是想要，我元王城自然是双手奉上。君逍遥回到幽泉城的幽泉拍卖行中，回到那处地宫内，东方傲月向君逍遥询问情况。有了这个东西，便可以隔绝藏域的诅咒。你觉得其中或许有机缘？那到时候可以一探究竟。对了，逍遥，你说那个名叫罗明的人身怀乱世七星，他似乎也有机缘在藏域中，需不需要我出手筹谋一番？不必，那罗明不过是个再小不过的角色，还无需在他身上浪费精力，到时候直接收割即可。随着元王城一事传开，君逍遥现身鸣罗古界的消息也是传播开来。妈的，真羡慕！在我鸣罗古界无比嚣张、横行霸道的摩罗皇朝，在君逍遥面前就宛如一只怂鸡一般。没办法，谁叫别人是天上的人，身份地位岂是我们这些牛马能比的？元王城真是走了狗屎运了，有君逍遥一句话，那就是金字招牌，以后鸣罗古界哪方势力敢动他？有一人也得到了消息，正是进入了鸣罗古界的药离。已经确定那君逍遥在鸣罗古界，而且他的身边还有那黄羽。他既然救了元王城，那元王城的古物定然会在他手中，也就是说，他之后会进入藏域。藏域，这名字倒是巧了，果真是藏身之地。那摩罗老祖应该没死吧？得去摩罗皇朝一趟了，但谨慎为妙，还是不能暴露我现在的真身。君逍遥，你的确逆天，当初本地的巅峰级化身都被你所镇压，但你再强，难道还能强得过地之无上？藏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摩罗皇朝位于鸣罗古界中的摩罗域。怎么可能？这是罗摩古令！阁下究竟是何人？我是摩罗老祖的故人。当初我对其有救命之恩，他也曾许下过天道誓言。带我去见他吧，他知道我是谁。吾祖在避死关，已经有诸多岁月，没有再现世。不让我见他，他只会陨落。若我出手，或许还可以救他一命。让他进来吧。在最深处的一处血色空间之内，药离看到了摩罗老祖。摩罗老祖，没想到你竟然苟延残喘到了现在，的确出人预料。与其说老夫出人预料，倒不如说离天丹帝，你很出人预料，你竟然还活着。记得当初你曾许下的天道誓言吗？
如今也是该兑现的时候了。哼，你不必思考什么，现在的我，还是离天丹地天道誓言依然有约束。而且以你的修为，我现在要你做的，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何事？帮我在藏域杀一个人，他叫君逍遥。以你离天丹地的手段，对付任何人应该都不算太过困难。他有什么特殊之处，需要你动用老夫这个人情？也没什么特殊的，不过是君家之人，也是云族未来的少主而已。什么？离天丹地？你莫不是在开玩笑？老夫还想多活一段时间，就算是在藏域中也不行。你别急，之后我自然会有其他安排。别忘了，你可是许下过天道誓言，若是违背，后果你可知晓？违背了誓言，老夫会死。杀了那人，老夫之后还是会死，有什么区别？摩罗老祖，你现在寿元应该将近了吧？实不相瞒，那君逍遥身上有本地所需要的三昧真火，只要我得到了三昧真火，便可炼制出顶级大丹，到时候便可助你延长寿元。甚至，我还可以炼制出一些有助于突破的丹药，让你更有希望突破到进神级。此话当真？当然。也罢。藏域毗邻鸣罗古界，乃是一片极为神秘恐怖的诅咒之地。君逍遥，此等羞辱，日后我必百倍报之。等着。而就在罗明进入藏域一段时间之后，君逍遥和东方傲月两人的身影也是出现。这便是藏域吗？傲月，你说这其中有你隐约能感应到的机缘？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地，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6星奖励，一魔符。一魔符？奴役魔修？一魔符的奴役上限乃是地之无上，也就是说，一枚一魔符能奴役一尊地之无上级别的魔修强者。逍遥，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只要跟在那罗明后面即可。这罗明似乎已经找到了地点，那我们去吧。不急，有人来了。不知阁下是何方神圣？不愧是君家出身的人，还拥有云族血脉，这胆识果然不一般。老夫摩罗老祖。虽然是地之无上，但是老了一点，气血也有点衰败，稍微有点亏呀。摩罗老祖也不再拖延，直接就是出手。然而君逍遥很是轻描淡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祭出一魔符。这是什么？小子，你这究竟是什么手段？小子，你这到底是什么？摩罗老祖，你不必猜测什么，你只要知道，现在你已经被奴役。本公子一念之间可以定你生死，虽然你本身也老得快死了，但也不想立马去世吧？果然，老夫想的还是太过天真了。君家和云家之人，尤其是那么容易杀的。谁让你来的？你不说我也知道，是离天丹地。其实什么情况我大概都了解。那离天丹地转世，这一辈子不过是只蝼蚁，你又岂需要受他的约束？老夫曾欠他的人情，许下过天道誓言。天道誓言？你现在中了一魔符，你现在需要遵守的是我的命令，而非是那离天丹地的命令。忽然他惊讶地察觉到，那股冥冥中的天道誓言约束竟是好像消失了一般。此子究竟有何等手段？那离天丹地
承诺了你什么？以你的见识，应该也知晓君家和云祖招惹不得。既然如此，莫非那离天丹帝答应给你炼制丹药，助你延长寿元突破？这个年轻人，难不成是算命的？怎么什么都知道？你现在受异魔符奴役，我一念之间可定你生死。虽然以你的年岁也算是活够了，但是你真的甘心就这样陨落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圣体道胎之血。你是先天圣体道胎？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够，这一缕混沌之血也可以帮你洗涤一些身体杂质。混沌之血？你是混沌体？若你觉得还不行，这鸿蒙之力也可让你洗涤筋骨，褪去陈疴。老朽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公子若不弃，老奴愿追随公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既然心甘情愿臣服，那本公子也定然不会吝啬，就先赏赐给你这个。老奴多谢公子。公子，需不需要老奴去解决那离天丹帝？不必，到时候只要你留下证据，说那药离曾说动你暗杀本公子即可。现在还不是他死的时候。在彻底收服了摩罗老祖之后，君逍遥也是暂时让他待在藏域之内等候指令。然而君逍遥则是和东方傲月一起继续深入藏域，前往罗明所在的地点。没想到啊，无数岁月过去，竟然还有人能寻得此地，而且还拥有祭都魔星。你应该猜到了，我是器灵。那祭都魔帝的一些传承，应该就藏于这祭都魔刀之中。实不相瞒，我不仅拥有祭都魔星，还得到了部分祭都魔帝的传承。可以说，我便是祭都魔帝的最佳传承者与继任者。祭都魔刀，难道你愿意一直沉寂在此地吗？所以，身为星辰之主，你连被人下了手段都不知道，你与主上还是差得太远。什么？这时，一道轻笑声传来：“罗明，你这领路人带的不错。”君逍遥，你之前身为云族供奉，说你老老实实的，说不定我不但不会算计你，反而还会栽培你。奈何你却要自己作死，自作孽不可活。眼下除了借助祭都魔刀之力，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乃祭都魔帝的传承者，祭都魔星之主，你必须得帮我。魔刀器灵神色也是隐隐变幻，按照道理，他应该是要出手相助，但是他看向君逍遥，可否暂且住手？我愿意辅佐你们。不必那么麻烦。罗明还想要说什么，君逍遥却是直接一掌盖压而出。罗明在满腔愤恨和不甘之中陨落。傲月，你拥有魔之本源，这柄魔刀中也有诸多魔道功法，刚好适合你。逍遥，你……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应该不必再客套什么了吧。这祭都魔星刚好与祭都魔刀匹配，而且对于修行魔道极有帮助。你有了这个，进步速度会更快。之后，君逍遥与东方傲月一起离开了这片空间，来到了藏域之外。傲月，你察觉到了什么？之前我对于藏域隐约的感应，好像就是来自这个湖泊之内。难道与祭都魔帝有关？傲月，你一直都是一个如此要强的女子，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有任何事，别忘了还有为夫。况且日后，若傲月你不小心混了个什么魔盟女帝的身份，我还可以吃你的软饭。对了，在你离开之前，还有一些扫尾工作要解决。总算找到了。邪月，你果然压制不了紫玄复古印的力量。邪月，你是已经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
所以在此等待束手就戮吗？你杀我子宫世家之人，犯下滔天大错。原本是想直接将你击杀，若你束手就擒的话，我倒是可以先将你押回子宫世家，再听候发落。但就在这时，在东方傲月身后，一道白衣身影悠然出现。君逍遥，看来你的眼睛还不算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君公子，抱歉，我等并不知晓这位姑娘与你有关。这样想来，当初我子宫世家之人被杀，应该是有某种隐情在。在血灵空间围剿我时，你们可不是这样说的。邪月姑娘，其中可能有诸多误会，是我子宫世家唐突了，之后定然会调查一番。现在先给姑娘赔罪。若这世上的一切矛盾冲突都可以用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带过，那也就没有杀戮与斗争了。你说对吗？君公子，虽然你的身份实力令人尊敬，但我们也已经道歉了，而且我们来自子宫世家。那又如何？你们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时，天地之间，一位面容苍老的麻袍老者显出身形。公子，这群人如何处置？在解决了子宫玉阳等人之后，摩罗老祖忽然一抬手，隐于暗处的摩罗太子直接被抓了出来。公子，他是你？你应该有点聪明，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当然，在下什么都没有看到。公子饶你一命，还不多谢？是，在下多谢君公子。多谢公子宽宏大量。老奴的这些后人，着实有些不堪入目啊。不必，好歹也是少年帝级，日后也是堪用之人。而且接下来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需要你背后摩罗皇朝的力量。啊，不知是何任务？先把各路魔道势力整合，统一鸣罗古界吧。统一鸣罗古界。此外，你可以派人去联系幽泉拍卖行，他们背后是九泉，九泉也会协助你一统鸣罗古界。什么？九泉？对了，此外，若傲月他有所需要，你也得听从他的命令。老奴自会听从主母之命。去吧。逍遥，你要走了吗？先回幽泉城吧。与此同时，在摩罗皇朝的血色皇城之内，摩罗老总，你成功了。你滚吧！什么？老夫叫你滚！摩罗老总，你这是什么态度？莫非不怕天道誓言反噬？哼，老夫已经完成约定出手了，但是那个小子岂是那么容易杀的？老夫不追究你，已经算是不错。怎么可能？凭借你地之无上的修为，都对付不了那君逍遥。要知道，若是暗中违背誓言，也得遭到反噬。你大可以试试。哼，你我之间的因果，一笔勾销。你，若非公子暂时不让老夫杀你，老夫定要抹杀你这个坑货。与此同时，在摩罗域某地，摩罗老总，你该死！那君逍遥究竟有什么手段，竟然连地之无上都奈何不了他？看来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鸣罗古界关于藏域之事依然是沸沸扬扬，而君逍遥却早已和东方傲月返回了幽泉城。东方傲月之后将要离开，独自去寻找与灭情女帝有关的因果机缘。傲月，那灭情女帝意识虽然暂时被封印，但你也不可大意。若是有任何情况，都要和我说。明白，有问题了直接找你解决即可。我也能感觉得到，灭情女帝意识中的诸多讯息，她也留下了一些法门。
世元界乃是苍茫星空中一方宽广无边的界域。真是可惜啊！我才刚知道风月古教在传教，风月古教就要覆灭了。是啊，为什么每次这种好事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我倒是不想风月古教就此埋没。就是，他们已经改邪归正了。上次我去，他们还送了我一本小册子，回去立马就和道侣实战了。我也是啊。曾经我没有后代，多亏加入了风月古教，我娘子一胎18宝。真有这么神奇吗？道友，借一步说话。说来这次风月古教好像并没有主动招惹霓裳族啊。没办法呀，只能说这两方势力曾经结怨太深了。现在只要风月古教敢露出苗头，霓裳族是一定不会允许他们死灰复燃的。一座散发着古老莽荒气息的古城悬浮在虚空之中，正是断空城。大人，是真理神教的人将周围虚空封锁，断空城根本就无法转移离开啊！父亲已经派人去传消息了，相信教主大人他不会不管的。洛圣女，现在看来，那批风月古教的余孽应该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了。这次倒是多谢梦妍道兄相助。洛圣女客气了，这风月古教臭名昭著，在苍茫星空人人得而诛之，更何况还蛊惑我真理神教的信众，此等邪派教类何该灭绝？霓裳族洛圣女，我风月古教自问没有招惹你，也没有犯下错事，你们真要将此事做得如此之绝吗？对于你们风月古教，还需要有任何留手吗？不说你们曾经犯过多少滔天罪恶之事，就算现在，你们虽然暂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谁知道你们以后会不会做？烂橘子就是烂橘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放任你们继续下去，迟早会祸害苍茫星空的无数姐妹们。洛圣女说的没错，你们风月古教根本就没有存在于世的必要，如此邪派也该当覆灭。死舔狗！你说什么？哼，怎么，我说错了吗？哼，果然你们风月古教皆是一群不可理喻之辈。你们那位教主何在？让他出来！我梦妍定然要亲手将其斩杀。你说什么？风月古教不该存于世。你们的那位教主若是现身，我定然要将其灭杀，还一个天理昭昭。而就在这时，你说你要将我伏诛？你就是风月教主。然而君逍遥只是随意弹指，谁能想到梦妍直接就被秒了？教主大人，把这段时间风月古教的一些情况都说一下。是谁？这位白袍老者正是梦妍的爷爷，也是真理神教的一位长老，乃是地境3重天巅峰地级。敢杀老夫的孙儿，好大的胆子！教主大人，是真理神教的强者。果然，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套路永不过时。就是你杀了老夫的孙儿，好胆！白袍老者直接打出一拳，君逍遥也是手握大罗剑拍。什么？你等等，住手！我乃真理神教长老，你若……下一秒，一剑横空，白袍老者的地躯在虚空直接炸裂。风月教主，你想如何？姑娘何必这般态度？明明是你先出手，针对我风月古教，被镇压不是理所当然吗？况且也没有任何人轻薄于你自己的事情与我等可无关。我知道，身为霓裳族圣女，你对于风月古教有所偏见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在君某的带领下，风月古教未来将会成为苍茫的正统大教。倒是婉心有眼不识泰山了。不过，君公子为何会？君逍遥也是3言2语简单解释了几句。原来如此，君公子竟有如此气魄，
想要改造风月古教，令其成为正统，婉心佩服不已。来都来了，洛姑娘何不暂时待在风月古教，认真了解一些情况，不要妄下定论。或许在了解之后，你会对风月古教有不同的看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只是想留下来了解风月古教，多搜集一些情报而已。暂时解决完风月古教的事情之后，君逍遥也是启程返回群英殿。君逍遥回到群英殿后，有云族天骄找到他，说了一件事，那就是日后云族的少主能与霓裳族的一位帝女联姻。蒹葭身为霓裳族的帝女，怎么能嫁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其实洛风并非是这一代的人，他乃是曾经道眼族最为妖孽的道子。虽然曾经的道眼族已经不复存在，但当初我道眼族的诸多遗藏，皆是被封存在了虚空之库中，也就是现在的13秘藏之一。无垠海那边又有动静了吗？哼，那些叛族还真是不胜其烦。可是叛族异动，并非是个好兆头。他们若没有底气，又岂会再出手挑衅？也就是说，离未来的暗界降临，可能真的不会太远了。不论如何，这次叛族异动虽然不是全军进发，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刚好我群英殿才招收了一批精英，就让他们前往无垠海猎杀那些叛族生灵。过了数日之后，在群英殿的广阔山门之前，哎呀，不愧是逍遥盟啊！有君逍遥这位盟主在，简直是抱住了大腿。是啊，这牌上简直了呀！可惜现在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都能加入逍遥盟的，甚至加入逍遥盟的标准比加入群英殿还要苛刻。哎，那位是洛族的洛风公子，他平日不是一直在洛族修炼吗？鲜少来群英殿。我倒是听说了，之前霓裳族的洛婉心圣女被那位风月古教教主给镇压了，莫非是因为此事才惊动了洛风公子出关？毕竟他是洛婉心的义兄。群逍遥君公子，百闻不如一见。原来是洛族的道友。今日得见君道友，刚好想询问一件事。何事？听闻云族与霓裳族曾有婚约，以君道友的能力，注定是日后的云族少主。我想，以君道友的心性，定然也非是那种随意与他人联姻之人。你说的不错，君某的确对所谓的婚约不感兴趣。那可正好，刚好洛某的义妹洛蒹葭乃是霓裳族帝女，未来若有婚约，或许她有可能成为人选之一。其实任何人都不想嫁给一个陌生人，君道友能主动放弃，着实令人佩服。我想你误会了，本公子对婚约感不感兴趣，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无需多余的人智慧。我若愿意，哪怕只是收来当个花瓶欣赏也乐意。还是说，你想教君某做事？本公子放不放弃婚约，与你何干？君逍遥，只要得到了道眼秘藏以及道眼大帝的本源道胎混沌体，也并非是什么不可战胜的存在。无垠海吗？群英殿的各路修士天骄齐聚，前往无垠海。无垠海乃是靠近苍茫边缘的一片无垠星海。在途中，江韵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对了，逍遥族兄，说起无垠海，倒是与君家有些许关系。君家？莫非有我君家强者在无垠海？并非是君家本族，而是当初君家曾下令让一些附庸势力镇守无垠海。不过如今无数岁月过去，也不知道无垠海那边是什么情况。君家的附庸势力。此刻，在一方古路之上，一座带着斑驳沧桑古迹的恢宏雄城矗立其中，名叫新月城。在季家驻地内一座宽广的大殿之中，哎呀，季家又有一位强者陨落了。那些叛族倒是卑鄙，竟然设下陷阱暗算。曾经的季家可是新月城第一大势力，麾下强者如云。可惜岁月流逝，这也是衰落到这份上，甚至连族中曾经最优秀的天之骄子都跑了。没办法，
谁让纪家曾经追随于君家呢？不过说来，那古道宗倒真不是个东西，竟然趁人之危，趁着纪家又有强者陨落之际，竟然要求与纪家的千金联姻。哼，什么联姻？古道宗看上的应该是纪家那件宝贝，那件镇族顶级地兵吗？哦，我听说那件顶级地兵乃是曾经君家赐予纪家的。没错，古道宗便是看上了这件顶级地兵，他们八成会来发难的，看着吧。家主，我们纪家已经再经不起折腾了。是啊，家主，要不我们纪家先退出无垠海，休养生息吧。就是啊，家主，其他一些君家的附庸势力也有一些早就离开了，那为什么我们纪家要一直坚持到现在呀？也许我们当初应该听纪天的话。听到下方族人的话，族长季承业拳头也是紧握。你们都在说什么？这位老者正是如今的季家老祖，也是唯一的顶梁柱，名叫季南山，乃是一位巅峰地级强者。我纪家世代忠良，怎可违背主上君家的命令？你们难道忘了当初我们纪家是如何崛起的吗？我纪家之所以存在，乃是仰仗了主上君家的庇佑。如今你们却要违背主上君家的命令，莫非我纪家都是忘恩负义之辈？祖爷爷说的对，主上君家对我纪家有扶持之恩，我们岂能忘本？这位女子名叫季水瑶，乃是季家这一代天赋最为出众的后辈。而就在这时，忽然殿外有季家人来告：老祖、族长，不好了，古道宗的人来了！古道宗？你们古道宗来此何意？季家主，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你应该知道我们古道宗来此何意。季家的丫头果然是出落得极为水灵动人呢，不愧是有新月城第一美的称呼。这季丫头天赋不凡，你们季家好像没有多余的资源培养她吧？而我古道宗的圣子看上了这丫头，愿意与她联姻。这丫头之后在我古道宗定然会得到诸多资源的栽培，甚至季家与我古道宗也可联合成为一家，岂不是对双方都好？多谢古道宗以及那位圣子的厚爱，可惜水瑶自知配不上，所以……哎，季丫头，你可别妄自菲薄呀！我们古道宗圣子对你可是极为满意的，甚至连联姻的日子都已经选好了。你们有些过了。我知道，你们季家还沉湎于曾经的辉煌当中。的确，若说从前君家还在，你们身为君家的附庸势力，的确能沾点光。但是现在，还抱有无谓的妄想吗？先别说君家是否还会再出现在苍茫，就算出现，你们一个衰落的季家，算哪根葱？怕是早把你们忘了。但不论怎样，我季家终归是君家的附庸势力，君家若是出现，不会不管我们的。呵呵，丫头，你还太年轻了，莫不是还在做梦？难道你还想和君家人产生什么关系吗？可笑至极！而就在这时，星月城外，一位男子浮现出身形。新月城，许久不见了，倒还有一丝怀念。那人怎么感觉像是季家的那一位啊？真的是他吗？那个一气之下离开季家的季天，竟然回来了。我怎么感觉这季天的气息越发深不可测了？对呀，季天在离开季家时也不过是准地修为，如今莫非已经正道了？你们古道宗想要与我季家联姻？季天，没想到你竟然能活着回来，不过刚好，也可以参加婚宴。此事我不同意。哦，哼，你不愿意，
又有何用？ 7日之后，我与古道宗圣子一战，若连我都打不过，他也应该没脸迎娶水瑶吧？若是我宗圣子打败了你又如何？若是如此，我季家当与古道宗联姻。好，一言为定。古道宗长老二话不说，一行人也是离开。祭天，你究竟……家主，什么都不必多问。7日后的比试，我自然有把握。我不会让水瑶表妹嫁给那古道宗圣子的。之后，祭天归来，也是在季家内掀起了轰动。在宴席后，祭天也是找到了季水瑶。许久不见，水瑶表妹越发出众了，修行天赋也很不一般。水瑶表妹是在担心之后的约战吗？你放心，古道宗奈何不了我。现在季家还没有离开无垠海的打算吗？想要依然遵循君家迂腐的命令。我觉得家族做的没错，跟随君家是正确的选择。唉，水瑶，莫非现在你还没有想明白吗？现在季家有难，你又是被迫嫁给那古道宗圣子，是我几天归来救了你们，而非是那虚无缥缈的君家。君家早已将我季家抛弃，忘在脑后。不是的，我觉得不会，君家肯定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才没有现世。若他们重现世间，绝不会置我们于不顾。你，看来还没有开窍。与此同时，另一边，古道宗长老等人也是回归古道宗。洛风公子，您说的事情可都是真的？公子吩咐的事情，我等自然会派人去完成。方才我也证明给你们看了，你们觉得本公子有必要欺骗你们吗？没想到，洛风公子竟然真的是曾经道眼族的道子。哼，放心，你们古道宗自然少不了好处。你们有几片功法，应该还是残缺的吧？我这里有完整的，之后可以帮你们补全。那便多谢洛公子了。对了，等之后我们得到了季家的那一件顶级地兵，就更有把握求渡无垠海，帮公子去做事了。时间流逝，转眼7天过去了，在新月城一处无比宽阔的广场之上，祭天，没想到你竟然还能活着出现，倒是出人预料啊！无需废话，开始吧。没有任何的废话，对战直接开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祭天竟然一刀就打败了古道宗圣子。你败了？这怎么可能？祭天他，季家果然是人才辈出啊！不过这样也好，两家联合起来，方能更昌盛，更好的镇守无垠海，防范叛族的入侵。古道宗，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不过是看你们季家势微，想要通过联姻的方式拯救你们，而你们却这般不领情，着实让人有些心寒呐。古道宗，你们不要做得太过了。我们季家镇守无垠海诸多岁月，如今叛族异动再起，你们真要这时候内斗吗？区区几家而已，不过是联个姻，又如何？阁下是何人？我来自洛族。是古道宗违约在先，莫非洛族的公子也不分黑白吧？而就在这时，道道震耳欲聋的轰鸣之声响起。那莫非是云族的云海龙舟？没想到这次叛乱，云族竟然也来人了，而且竟然来了我们新月城。季家是我君家的附庸势力。君逍遥，你也来了。老朽济南山见过公子。你们很想要我君家赐予己家的那件顶级地兵是吗？想要我君家的东西，得看你是否有这个资格与能耐。不是，我等只是为了想要扶持季家，因此才提出联姻。君逍遥，此事既然是个误会，那也就算了。况且如今叛族异动，
古道宗有所损失也不太好。我们走。日后，谁敢把主意打到我君家的附庸势力身上，便是这般下场。那位便是君家的公子吗？他应该比我还要年轻许多吧。此枪内蕴的气灵已被我的君家血脉激活，日后可帮助你们几家。老朽多谢公子。如今我等来无阴海，乃是为了评判而来，可否暂时在几家落脚？当然，君公子能莅临我几家，那是我几家的荣幸。君逍遥一行人被邀请进了季家，以最高规格待遇。季姑娘应该是季家当代最为出众的天才了吧？公子谬赞了，水瑶算不得什么最出众的天才。既然如此，那这一滴混沌之血可助你洗精伐髓，希望你日后能成为季家的顶梁柱。多谢君公子，水瑶实在不知如何感谢。宴席过后，这边季天则是把季水瑶叫了过来。接下来，季家有什么打算？当然是继续镇守无阴海了。几天表兄问这个做什么？难道我季家还要继续这样消耗族力吗？有君公子的资源扶持，听说他之后还会派人来我季家，我季家不会再像从前那般了。那君逍遥不过是给了一点小恩小惠而已，就让你们如此感恩戴德？几天表兄，或许在君家看来，我们季家的确算不了什么，但我能感觉得到，君公子是真的对我们季家有所欣赏与看重，这是我们季家长久坚持所得到的回报。哼，你想多了，那等人物看不上你们，在他的眼中不过是蝼蚁般的存在，连当他的丫鬟的资格都没有。他不过是施以一些小恩小惠，就让你们如此感激涕零。几天表兄，或许在君公子眼中我的确很渺小，但我能感觉得到，君公子是真正平等对待我和季家，没有丝毫轻视疏忽。希望几天表兄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季水瑶说完便转身离开。这时季天体内忽然有一道古老沉浑的嗓音响起：小子，看来你家族的人似乎并不待见你啊。他们根本就不明白，那个君家小辈的确不一般，在他周边时，本王甚至不能散出丝毫波动。君逍遥真有如此恐怖？小子，之前本王给你的选择，你还没下定决心吗？既然你我的神魂已经绑定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你前往无垠海的另一边，你的身份地位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季家之人可比的。原本我归来是想帮助家族，但现在看来，家族是不需要我的帮助了。既然如此，碎空域乃是无垠海内一方极为知名的凶险之地。混沌皇女太强了吧！她已经连斩了叛族6位强者。下一个，苍王这一代的天骄不可小觑啊！他是混天族的人，混天族排名前10的强族吗？难怪。既然如此，我们这边也得派出同等级的角色。让我来吧。是拓跋古族的灵玉仙子。拓跋古族，来战！拓跋灵玉立即被震退，击飞。何方真正的天骄妖孽，还并未出手？天骄？哼，你们怕是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绝代天骄。我家主人若是出手，便是你们叛族所有妖孽捆绑在一起，也不是他的一合之敌。灵玉仙子，莫要动摇，说不定这是他们的糊弄之言。不错，世间天骄千千万，又有谁敢妄言能镇压一切，横克一切？想要用这种借口动摇我等的道心，就不必。你实力不错，倒是可以镇压来当个菩萨。是拓跋烈，
他要出手了吗？拓跋烈可是拓跋古族这一代了不起的人物。混天族皇女，如你这般人物，何必做他人之仆？若是加入我方，绝对会得到栽培，地位非凡。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家公子是何等人物。井底之蛙，不可与海。好，我倒要看看你家那位公子如何能来救你。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整片碎空域好似都在震荡。那一位是谁？莫非是苍茫那边的顶级强者？苍茫有顶级强者出手了？不对，似乎并非是实体，只是一道化身投影。什么？化身投影？拓跋烈，快退！一掌落下，宛如五指神山盖落而下，瞬间将拓跋烈的身躯震碎。这位在叛族中颇为知名的天骄妖孽，就这样被一道化身一掌震杀。那人究竟是谁？苍茫竟然出了这等人物！他难道只是年轻一辈的人物吗？杀！将这些叛族天骄镇压！君公子在，这些叛族宵小算得了什么？果然，虽然远无法与我本身力量相比，但也可以传递部分力量。你们叛族这时候异动，有何目的？公子，此女名为拓跋灵玉，乃是拓跋古族的一位娇女。你可知晓，你们这次行动只是单纯的侵扰，还是有其他什么目的？我不知道。是吗？等等，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君家。君家？等等，先住手！看来你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我的确不知道，这次侵扰无垠海究竟有什么目的，但是我知道另一件事，我认识祭天，季家不是君家的附庸势力吗？看在祭天的面子上，你能否饶我一命？哦，你认识祭天？不错，我认识。然而下一刻，君逍遥衣袖一拂，瞬间拓跋灵玉被击飞，直接昏死过去。洛云，传出消息，3日后将这批俘虏的叛族在碎空域某地处决，作为震慑。另一边，离开了季家的祭天，哼，像这样的家族，我为何还要回来呢？当初就应该听灵玉的话。但就在这之后，祭天也是听闻了一个消息：叛族的一群天骄被镇压，而其中就有拓跋灵玉。不行，我必须得去救他。小子，这或许是一个引人入套的陷阱，到时候你怕是少不了一些麻烦。是陷阱我也得去，何况不是还有你在吗？很快，3日时间转瞬即逝，在碎空域某地，祭天，时间到了，便开始吧。而就在这时，远空有诸多气息浮现，乃是叛族那边的修士生灵。敢处决我拓跋古族的人，好胆呢！啊，巅峰地级！玄关族说，那个杀了我族拓跋烈的嚣张小子呢？让他出来！就是你！君逍遥淡淡看了拓跋玄坤一眼，没有一句废话。而就在整个局面纠缠之际，灵玉，跟我来！祭天，是你，你果然来了。我们走。来了吗？之所以搭建这个舞台，不过就是为了让祭天登台而已。是季家的祭天，怎么会是他？祭天，怎么会是你？祭天表兄他，不是，此事绝非你们所想。君逍遥。祭天身后，黄金神华涌动，一道模糊朦胧的身影浮现。那道模糊身影是？那股气息波动，怎么感觉有点像是黄金地族？那道身影，有点像是黄金地族的那位黄金王啊！祭天，你竟然是叛族的卧底，亏你有脸回季家，季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不是我。黄金地族
黄金王吗？君家，等着，小子，我们走。抱歉，公子，没想到我纪家竟然出了这样一个叛徒。不必，此事与你们无关。与此同时，在碎空域另一处地界，诸位，情况嘛，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当年案件的那位魔王，的确是被道眼族的道眼大帝所镇压封印，而地点就在碎空域内的一处小世界之内。这次我们的目标，便是要让那位魔王破封。接下来，我们便分兵两路，一部分人继续出手，与苍茫那边的修士挑衅对战，吸引他们的目光；另一部分人则暗中前往那处小世界。接下来，叛族也是开始行动起来。终于有所行动了吗？看来他们这次的目的，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在碎空域某地，洛风的身形浮现而出，就快要找到了。哼，就是这里，放置道眼秘藏的虚空之库就在其中。那气息是不死物质，怎么会？一行叛族生灵来到此地，就是这里。只要能完成这次任务，这次始祖盛宴，我们所得到的赏赐应该会更多吧？汉族，他们这是……但就在这时，一道淡然的声音骤然响起：“原来，这才是你们的目的。”谁？是你？你们怎么会知晓此地？你们想解封这尊暗剑魔王，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哼，想的简单的是你们。你们是劫组织？不好，不能让叛徒得逞！魔王，那是暗剑魔王，那是幽谷魔王。幽谷魔王，那是？难道维持那处结界力量的源头就在这密库之中？你们看，那里有人！是洛族的洛风，他竟然在那里！莫非是想要开启这处秘藏？这处封印结界这般被瓦解，难道也有这个原因在？幽谷魔王探手而出，哼，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难道今日君公子会？那是什么？因为在君逍遥身后，神霞弥漫之间，赫然浮现出了一道朦胧模糊的绝世身影。那位好像是剑神君问天。难道是那时候剑神在君公子身上留下了手段？一定是如此。黄金王，若是加持你的力量出手，能否对付这君逍遥？那道虚影是君问天，本王还没有资格与他交手。什么？六合道玄果，这貌似是道眼族曾经专属的果药。莫非这秘库就是13秘藏之一的道眼秘藏？但玄道胎，那是何等气息？在其中浮现出了一道模糊的伟岸身影，正是道眼大帝。那位便是道眼大帝。道眼前辈，麻烦了。道眼大帝，死来！那幽谷魔王终于是第一次开口。你们还不退去？苍茫这边的修士反应过来，也是抽身急退。人族小子，只以为牵引出这家伙的一缕真灵，便可再度镇压本王吗？身为暗界魔王，本王不死不灭，便是道眼这家伙都无法彻底镇杀本王，何况是你这小子？你知道为什么本公子要清空战场吗？这是什么法？该死！这到底是什么手段？所谓的暗剑魔王，不过是君某的资粮罢了。这到底是何等大
大道。至此，君逍遥已经镇压了4分魔王：阿修罗王、无念魔王、魔剑王、幽谷魔王。君家后人果然不一般，前辈谬赞。没想到时过境迁，劫数再度降临，这一次怕是更加不简单。大劫无法躲避，那便面对。尽人事，听天命啊！何须听天命？所谓的天，也不过是最强的规则而已。只要实力强到可以超脱一切，便可扭转规则，改变命运。尘归尘，土归土，我所留下的本源道胎将会抹去我的印记，你可以将其炼化。另外，道眼族的秘藏也可归你所有。多谢前辈。苍茫未来的命运，或许就在于一颗火种。真灵化作一阵光雨消散。结束了吗？究竟谁赢了？一定是魔王大人，区区一个黄毛小子，又怎么能镇压得了暗界魔王？而劫组织的人也是无声退去。苏总，穷寇莫追，这一次，他们彻底败了。君公子，若非是你，这次后果可真就无法想象了。我只不过是做了该为之事。这道眼秘藏是我先发现的，收取本源道胎是否该经过我的同意？你竟然如此幼稚吗？这是属于道眼族的传承，身为一个外人，有何资格动摇？我没有资格，那意思是你有资格？其实，我乃是道眼族曾经的道子，这道眼秘藏本就该归我道眼族所有。退一步，就算这道眼秘藏的归属还有商量的余地，那至少这本源道胎乃是道眼大帝的传承，应该给道眼族的后人吧。敢问洛公子，与叛族厮杀时，你在何处？敢问劫组织现身包围时，洛公子可曾现身出过一份力量？敢问暗界魔王又是谁解决的？与洛公子可有丝毫关系？所有事情都和你没有关系。等到有利益的时候，你站出来说要瓜分利益，这可能吗？洛风，你真以为道眼大帝真灵没有察觉到你吗？道眼大帝真灵自然能感知到你这位道眼族后辈，他如果真的重视你，想栽培你，自然会将本源道胎给你。但之前，道眼大帝却是亲口说将本源道胎给予我，你这位道眼族后人，可太让他失望了。我觉得这道眼秘藏也应该给君公子。君公子镇杀了幽谷魔王，拯救了我们，令无垠海避免了一场浩劫，难道还配不上区区一方秘藏吗？没错，在下也觉得如此甚好。君公子这般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暗界魔王厮杀大战，这道眼秘藏可该给君公子。不错，在场没有比君公子更适合得到道眼秘藏的人物。这道眼秘藏乃是我族所留，你们怎么能？君公子血战暗界魔王时，怎不见你的踪影？自己私下去找秘藏，让我等血战，难道你还不无耻吗？诸位，不必如此，各位也是为这一战贡献了不少力量，所以这道眼秘藏，自然也有你们的一份。君公子真的太客气了。君公子日后若有所求，吾等必效犬马之劳。这一次君公子回群英殿将会得到多少积分？妈的，明明已经是最顶级的天级序列了，竟然还能得到那么多积分。击杀一尊暗界魔王啊！就算不是君逍遥自己的力量，那也是依靠了他的手段。这可不是用区区积分可以衡量的天大功劳啊！倒是可以先探一探叛族的底细。君逍遥在收取了整个道眼秘藏之后，也是和众人乘坐云海龙舟返回了新月城。在无垠海的另一处地界，该死啊！君逍遥简直欺人太甚！洛公子，看来你对那君逍遥的确恨极呀。是谁？你是何人？在下乃天泉古朝太子。天泉古朝，没听说过。
洛公子不知道不要紧，但另一个势力，你肯定听说过。什么意思？噬魂族。哼哼，噬魂族，哼，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自曝身份，不怕我出手灭了你？洛公子，我噬魂族与你们道眼族没有什么恩怨吧？没有恩怨，但噬魂族，人人得而诛之。洛公子，你可别忘了，那君逍遥也是云族血统，现在还是云族的准少主。严格来说，我们两方都有同一个敌手，对吗？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下来此，乃是想与洛公子合作。合作？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那君逍遥作风行事霸道，唯我独尊，的确令人恨极。连我曾经也是吃过不小的亏，曾被他覆灭过一身。与噬魂族合作，难道不是与虎谋皮吗？我知道洛公子现在定然还不会相信，但想必你也明白，君逍遥是个何其难对付的角色，光靠你一人之力，能对付得了他吗？其实我噬魂族暗中潜藏的力量可不少，还有弟子弟女大人，若有他们相助，加上洛公子之力，对付君逍遥也许并非不可能。另外，为了表达诚意，我噬魂族愿意献上噬魂大法。洛公子若是修炼此法，吞噬众灵，定然可以加快修炼速度。之后若有什么事情，也会通知洛公子。这噬魂族究竟在卖弄什么把戏？想要对付君逍遥这种难缠的角色，靠寻常方法是绝对不可能的。与噬魂族合作固然有风险，是一招险棋，但或许能起到奇效。倒是不知道为何帝女大人要我联系着洛夫。他就算是曾经道眼族的道子，应该也不至于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才对。之后，也该去一趟那里了，离我噬魂族再度重现苍茫不远了。在众人返回群英殿的时候，洛风却是没有返回群英殿，而是直接回到了洛族所在的界域。哼，蒹葭小姐如此好心，邀请她加入洛族，更是赐予洛心。如此真心对待她，她竟然隐瞒了这么多。知道道眼密宗的秘密，也为了蒹葭小姐和族里透露分毫，这和白眼狼有什么区别？在洛族深处，这正是洛族的那位天之娇女洛蒹葭的修炼居所。蒹葭，你从霓裳族回来了。关于无言海那边的事情，蒹葭已经听说了。没想到兄长竟然是道眼族的道子。蒹葭，抱歉，之前一直瞒着，只是……兄长不必介意，换做任何人，其实都有可能有所顾忌。其实原本我去寻找道眼秘藏后，也是想带回来给洛族部分，奈何竟是被那君逍遥给劫走了。啊，对了，关于婉心的事，我已知晓，他的命牌并没有碎裂。可是他被枫叶古教教主掳走，怕是……不必担心，霓裳族的女子皆有一方手工符，若婉心真的遭遇侮辱，那手工符定然会有所变化。眼下手工符无异样，证明那枫叶教主暂时并没有对婉心怎么样。原来如此，不过即便如此，之后若有机会，我也定然要将那枫叶教主扶住。无影海，在幽谷魔王那一战之后，汉族也是暂时的偃旗息鼓。一道白发玄衣、脸覆面具的身影横渡而来，正是君逍遥的冥王身。这上苍黑血果然神秘，看来真与末日四天起背后的黑暗源头有关。此地已经是无影海的深处了，看来离叛族所在之地还有一段距离。阁下来自哪一族？倒是有些面生啊。本座在无影海深处沉修数万载光阴，如今方才出关。你们都退开！这位阁下，岂是你们能阻拦的？大人，这……抱歉，这群不识相的属下惊扰了阁下。这位公子回来的倒是及时，想必是要去参加始祖盛宴吧？
始祖盛宴，倒是要调查一下是什么情况。说不定那拓跋灵域还有几天也会前去。不错，我的确是为此而来。那就不打扰公子了，请。君逍遥负手凌空而去。等他离开之后，又假意修饰问：“大人，难道不需要调查一下那位的身份吗？”哼，越是一些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神秘人物，越是不能得罪。若是发生冲突，连我都不是这位公子的一合之敌，你以为你们能活吗？况且，这位公子身上的不死物质气息深厚，他还能是苍茫那边的人吗？这位公子，多谢。不必客气。若非公子帮忙，西主可就麻烦了。姑娘可不简单，一条龙蛇，不至于难到姑娘。对了，冒昧一问，公子是哪一族？我叫西竹，来自于西族。其实说来话长。君逍遥激活了影帝属性，他之所以出手救这西竹，自然不是闲的没事干，英雄救美。原来如此。既然如此，公子可愿随我一起回无垠大陆？在无垠大陆某一地，一座耸立云霄的山峰之上，最近关于无垠海的消息，你们应该也听说了。没想到这次筹谋已久的计划，竟然输得这样惨。不得不承认，那君逍遥的确有点东西，但这世间谁能称无敌？等日后有机会，我定然要与其较量一番。哼，我话就放在这里，我定然会与那君逍遥交手，只要他敢来，我就敢打他。而这时，远处有两道身影降临。哎，是西竹姑娘来了。西竹，倒是罕见呢。向来独自修行的你，竟然会和他人一起前来。这位公子是我在无垠海历练时偶然相遇的。你是何人？来自哪一族？面对拓跋战野的质问，君逍遥完全无视。西竹，别什么来历不明的人都捡回来，万一是苍茫那边的探子呢？我要如何行事，应该还轮不到拓跋公子来指点吧。我这是为你好而已。我是拓跋古族的拓跋战野，虽不知你是什么来路，但还是离西竹远点儿。西竹姑娘，你能忍受这种聒噪苍蝇的纠缠，也算是很有忍耐力了。你找死！下一刻，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是一下将他震飞。记住，没有实力，就别多管闲事。西竹姑娘，走吧，我看这聚会也无甚趣味。好。那这位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也未免太过强势了。难道是因为始祖盛宴将要开启，所以什么潜伏的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若那位男子参加始祖盛宴，那可就有意思了。对啊，原本这次始祖盛宴的前10席位该是黄金天女、雨瀚海、魔眼神子等人包揽，现在多出这么一个神秘年轻强者，应该会生出不小的变数。不过反倒是更加期待了呀。另一边，君逍遥与西竹一起返回西族。叶公子的修为着实惊人，若是叶公子出手的话，或许能够与苍茫那边的君逍遥抗衡吧。这个嘛，或许得交手之后才知道。我相信叶公子的能力，以叶公子的修为，在始祖盛宴上，想必也会有优异的表现。我现在并没有什么背景，应该难以参加那始祖盛宴吧？没关系，就算叶公子背后没有了族群，我西族也可以帮助公子。所以，若是叶公子能够加入我西族，那倒是西族的幸运。若是如此，那自然最好，这是一个双赢的策略。真的吗？叶公子同意了，那的确是再好不过。拓跋古族自是气愤，派出强者登门，前来西族要讨要一个说法。你们西族当真要为了一个陌生人而得罪我拓跋古族？
年轻一辈切磋，一时难以控制力道，失手也难免。哼，我知道你们西族的算盘，无非是想让此子在始祖盛宴上替你们西族夺得前10席位，但你们想错了，这一次可没有那么简单。我族的娇女拓跋灵玉和那几天将结为道侣。几天，你们应该知晓，他有黄金地族的黄金王之魂，也是如今黄金地族最为看重之人。他也会参加始祖盛宴，而这次，我拓跋古族将会与黄金地族联手结盟。小子，你若敢参加始祖盛宴，这下场啊，有胆你就来。诸位不必在意，我自会参加始祖盛宴。始祖古树位于无垠大陆的中央区域，这一次始祖盛宴倒是热闹啊！羽族来了，那位便是羽瀚海吗？传闻他得到羽族先族血脉传承，修为深不可测。魔眼族也来了，魔眼神子果然不一般。那位便是之前将拓跋古族的拓跋战野完虐的那位神秘男子吧？哎呦，果然不一般呐，看不透他气息的深浅。不过他身上的不死物质气息倒是浓郁，就不知道是何来路。小子，你竟然真的敢来参加始祖盛宴？黄金王，你能否探查出那个男子的来历身份？他身上似是笼罩迷雾，有某种遮蔽天机的手段。族里都开放黄金池给他了，若他还不能跻身前10，那可是枉费了黄金王前辈和族里的苦心。黄金天女，这一次我几天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几天，这次始祖盛宴，你绝对能进入前10吧？几天，那位男子之前将我族的拓跋战野重创了。灵玉放心，此人若不识相，拓跋古族对付不了，我来。西族，你们西族还真是病急乱投医，竟然选择压住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我们西族相信叶公子。哼，希望吧。始祖盛宴可以开启了，你们进入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你若敢进入其中，下场自己承担。此子倒是胆大，胆大又如何？最重要的还是实力。如今此子受拓跋古族、羽族针对，甚至连黄金地族的几天都有可能对其出手。他能否在始祖古树空间内活下来，还是个问题。君逍遥在进入古树空间之后，发现这乃是一处类似小世界般的存在。叶公子，在这片空间深处有古树核心的存在，在周围有10个席位，可以获取始祖古树的本源之力，甚至若幸运，还能得到始祖本源果。好雄浑的本源之力，看来这始祖古树应该是无垠大陆最古的一株树，甚至可以说是无垠大陆的本源之根所在。另外一边，拓跋古族众人，包括羽族的羽瀚海等人，我一定要夺得前10席位，获得古树核心的本源造化。西主，这是我拓跋古族与此人的恩怨，你们西族若要插手，那意义可就不一样了。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叶公子现在是我西族的人。西主，我看你是魔怔了，竟然如此维护一个外族人。西竹姑娘，你们不必插手，无需在意。你找死！出手！这究竟是什么力量？什么神通都未显化，只是最为原始的规则与神力，便团灭拓跋古族。此子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敢如此灭杀拓跋古族的人，就不怕出来后遭到拓跋古族清算吗？拓跋古族若是红了眼，一个西族可是无法阻止的。阁下，始祖盛宴争锋大多是点到为止，你做的有些太过了吧？启天，他太过分了！真是该死！既然如此，那就……君逍遥收手。不过饶是如此，祭天的身躯依旧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他到底是何来历？
这文明也太强了，他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妖孽？哪怕在以往的历史上，也少见这等人物吧。他到底是曾经哪一族封存的怪物？七天，始祖本源果，还真是好运气。一起上，先干掉他，再来决定始祖本源果的归属。他是疯了吗？竟然敢杀这么多妖孽，就不怕离开古树空间后遭到清算？一个西族，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抵挡这么多势力的怒火呀！此人就算能得到始祖本源果，他也无法带离呀。其他势力得疯了。哎，此子还是太过冲动。哼，西族，看你们到时候如何庇护这小子。是羽族的四海剑阵。为了这次始祖盛宴，羽瀚海竟然将这套剑阵都带来了。有意思，你究竟是什么来头？下一刻，君逍遥一指点出，这绝对是暗界的绝学。此子究竟什么来路？竟然会如此恐怖的暗界神通？莫非他是暗界生灵？不可能，他或许是得到了暗界某位强者的传承。你们还在等什么？一起上！莫非觉得光靠自己能够单打独斗战胜他？若不击败他，我们谁都别想得到始祖本源果！让我来！魔眼族的魔眼神子也是出手。你若只是争夺前10席位，我不会在意。但这始祖本源果，我要了。黄金天女出手了。你若让出始祖本源果，我不会对你出手。君逍遥很是随意，弹指而去，黄金天女的黄金树直接被君逍遥轻易破开。你再来，黄金真身，这比拓跋战野的蛮古体质要恐怖太多了。比肉身是吗？难道是始祖古树的赐福？绝对是了。没想到这等罕见的机缘，竟然又被我们撞到了。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我们就来比比，看谁得到的本源赐福更多。若是我赢了，你要做我的奴仆。若我赢了呢？你想如何？那就与你的条件一样吧。我答应你。黄金王，难道无法牵引来本源赐福吗？此人有些不太对劲，他身上深邃的不死物质气息，哪怕是暗界的一些强者都没有。叶公子他究竟是什么来路？莫非他是传说中的暗界天选者？暗界天选者？怎么会？那小子怎么可能是暗界天选者？你们还留在这里，想做什么？此子究竟有多少手段？君逍遥目光淡淡夜扫，他有心要突破一番，因此清场。叶公子，我们会在外围替你看守，不让其余人打扰你。在平地了外界的窥探感之后，这些本源之力虽然雄浑，但若是让我的3清身来，显然不可能让我的3身都突破。但好在现在只有冥王身1身，突破倒也没什么问题。眼下随着君逍遥持续吐纳那浩瀚无垠的本源之力，他的冥王体修为也是迅速上涨。地中巨头前期、中期、后期，冥王身突破到地中巨头后期，也是终于和3清身持平。不过能从巨头前期一口气到巨头大圆满，也算还行吧，至少不是用自己的底蕴。一切结束之后，君逍遥也是离开了古树空间。莫非他炼化了始祖古树的全部本源？如此海量的本源，他怎么可能一个人吞下？他应该是突破了，感觉比之前更加深不可测。他到底是什么怪物？绝对是暗界天选者无疑了，不然怎么会如此妖孽？敢问小友，是否真的是暗界的天选者？暗界天选者？说实话，我不清楚。这叶公子，这次始祖盛宴应该算结束了吧？根据规则，
西族应该能够得到最多的资源。不错，我族邀请的这位小友绝对是暗界天选者，莫非你们还敢质疑吗？若说那位公子是暗界天选者，倒也说得过去。毕竟苍茫那边不是出了一个叫君逍遥的妖孽吗？我们这边的确也需要有能抗衡的存在。不错，以这位公子的实力，或许真能与那位君家后人一战。以为本天女真愿意当你的仆人吗？君逍遥在西族族老的带领之下，来到了西族所在的区域领土深处。西族族老停留在原地等待。这西莲女帝想做什么？公子，请。见过西莲女帝。你是谁？叶君临。君临，好浓郁的不死物质气息。果然不愧是暗界的天选者。敢问女帝这是何意？杀你。杀我？为何？因为你是暗界的天选者。西莲女帝，你们西族既已归降暗界，还敢对暗界的天选者出手？暗界的天选者若成长起来，将对苍茫的威胁太大，所以必须铲除。你这样做就不怕暴露，置西族于险地？你的问题有点多了。前辈，你若出手，那可就是在打自己人了。怎么会？你的这股血脉……晚辈来自君家。君家？当下君逍遥也是解释了一番。不愧是君家后人。前辈，关于西族，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西莲女帝一叹，也是和他讲述了一些。暗界这般强行压迫，难道就不怕这些被逼投靠的势力暗中反水？暗界的手段超出你的想象。若有一丝可能，我西族都不愿这样做。奈何族群延续的使命大于一切。可是，在得知我是暗界天选者之后，你依然还是选择了出手，证明你心中依然是向着苍茫，并非真正的背叛。这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弥补罢了。毕竟天选者成长起来，对苍茫将有很大的威胁。那接下来，你们西族想要怎么做？或许晚辈可以试一试。晚辈想尝试一下，看是否能解除这魔暗枷锁。这样一来，前辈和西族则都有再返回苍茫的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就算你能解除我们体内的魔暗枷锁，但我们已经叛出了苍茫这么久，苍茫那边对于我们也是极为敌视。就算我们回到苍茫那边，定然也会有无尽的麻烦，说不定还会有流血冲突。其实此事，晚辈或许可以帮忙。哦，你如何做？其实，我与云族也有些许关系。到时候，君逍遥也是简单说了一下。若云族愿意帮衬，日后西族等势力回归苍茫，阻力倒是会小很多。你的目的是什么？女帝果然直爽。说实话，晚辈倒也并非没有一点请求。之后，晚辈将要组建一方势力，需要扩充实力。我觉得西族就很不错，以女帝的修为，也足以成为定海神针般的存在。我知道，前辈定然会有所顾虑，但说实话，即便有云族照拂，西族等势力若回到了苍茫，也少不了诸多针对。而若西族日后加入我所组建的势力，那有我君家的名头顶着，至少也不会有势力敢明目张胆的刁难。况且，西族之前是因为受到重创才被迫入暗界，长久以来都在恢复元气。日后，当我组建势力，可统筹资源，帮助西族恢复元气。当然，晚辈也绝对并没有强迫的意思。若西族不愿意，晚辈依然会帮助西族解除枷锁。你们若回苍茫，也会安排手段帮助你们。倒是我想多了，还拘泥于曾经的辉煌当中。如今的西族，早已是背负叛族骂名，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我答应你，若我西族最终能脱离困境，我们愿意加入你所组建的势力。
既然女帝陛下这般承诺，晚辈也自是放心。那好，不过据我所知，在叛族中，除了我西族外，还有其他一些族裔也有这种情况。既然我现在暂时待在无垠大陆这边，自然会解决这些问题。不过现在，并非是你们摊牌的好时机，还需要等待机会。这自然明白。不愧是君家后人，敢独自一人来到叛族领地，更是将所有人都蒙在鼓里，还有那种特殊的手段。黄金地族的黄金天女竟是主动来到西族，说要完成自己的赌约与承诺。在西族山门前，黄金天女，你这是何意？愿赌服输，我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原来你是指这件事，我早已忘在脑后。无论如何，是我输了，自然会履行承诺。行吧。随后的时间里，君逍遥继续待在西族，至于黄金天女，则是成为了他的女仆。